大家好，这里是程序员老王。今天我们来讲讲 guard condition。之前的视频中，我们一直假设目标程序会使用 p 双等于0这个条件来判断 p 是否为空。如果程序没有通过 p 双等于0判断，就直接解引用，说明程序有问题。比如说下面这段代码，第一个星 p 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真实的程序中，判断 p 是否为空可不止 p 双等于0这一种写法，我们还可以这么写。这么写，这么写，甚至这么写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写一个 query 来涵盖所有的这些条件呢？一个一个写肯定是不现实的。CodeQL 给出的答案是 guard condition。guard condition 可以理解成 if 条件或者循环条件中的所有条件组合。比如说在这几个例子中 ，p 双等于0 ，p 非 p，p 不等于0 ，x and y and p 它们都是 guard condition。guard condition 还会把复合条件拆解成最小的条件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 x and y and p 整体是一个 guard condition，x and y 也是一个 guard condition，p 也是一个，而 x and y 又是一个复合条件，还可以拆解成 x 和 y。所以 x and y and p 一共包含了5个 guard condition。注意，其中并不包括 y and p， 因为根据 and 操作符的结合律 y and p 这种组合在运行时是不存在的。现在来看实际的代码，和刚才演示的代码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 guard condition 都 select 出来看一看。可以看到结果和我们刚才分析的是一样的。注意，和上节课我们介绍过的 SSA definition 一样，这些节点既是 guard condition， 也是普通的 AST 节点。那么 guard condition 要怎么用呢？这个是 guard condition 的文档，其中比较实用的是 ensures EQ 函数。这个 predicate 包含了4个参数，并不是非常好理解，我们用例子来解释。我们假设当前的 guard condition 是这个 if 条件中的 x and y and p。我们想知道有没有哪些代码在运行的时候 p 一定不等于0。再说一遍，有没有哪些代码运行时 p 一定不等于0？有啊，其实就是第一个星 p。因为 p 如果等于0，那就一定不会进入这个分支了。那这个逻辑用 query 应该怎么表示呢？我们可以用参数 e、k 还有 r_equal 来表示 p 不等于0这个逻辑。其中的 e 参数，我们就传 x and y and p 中的 p 节点，这个节点应该是一个 variable access。并且我们找到的 variable access 应该是当前 guard condition 的一部分。最后我们把 e 改成 va。k 呢，我们直接传0，代表 p 不等于0中的0。r_equal 我们传 false， 代表不等于。相应的，如果想找到 p 等于0控制的语句，r_equal 我们就传 true 就可以了。注意一下，这里我们即使传 true，query 也并不会返回第二个星 p。这是因为运行第二个星 p 的时候 ，p 可以等于0，也可以不等于0。ensures EQ 只会匹配一定成立的语句。随后，这个 blocks 参数就是我们想要检查的语句。这里我们想要检查的是这2个星 p。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pointer dereference 都找出来。
这里的 PDE 就是所有的 dereference 了。最后我们把 dereference 传递给 block 参数。在我们运行之前，有一点还需要注意，就是 ensures EQ 接受的并不是普通的 expression PDE， 而是 PDE 的 basic block。那么 basic block 又是什么呢？ basic block 就是 CFG 中连续不分支的一段路径。比如说这个是负函数的 CFG， 它包含了4段连续没有分支的路径，这就是4个 basic block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代表星 P 节点的 PDE 变量了，要怎么找到它对应的 basic block 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调用 getBasicBlock 方法就行了。最后我们把 PDE 打印出来。于是我们就找出了所有 P 一定不等于0的星 P 了，也就是安全的星 P。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ensure EQ 的第一个参数 VA 一定要是 GC 的一部分，否则 ensures EQ 永远都会返回 false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P 不等于0的星 P 了。那么如何找到 P 可能等于0，也就是不安全的星 P 呢？刚刚我们说过，直接把 false 改成 true 是不行的，因为改成 true 找出的是 P 一定等于0的星 P， 而我们想要的是 P 可能等于0的星 P， 而不是一定等于0。请大家自己感受一下。P 可能等于0翻译成 Corey 就是不存在任何的 guard condition 让 P 一定不等于0。再说一遍， P 可能等于0翻译成 Corey 就是不存在任何的 guard condition 让 P 一定不等于0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Corey。大家可以暂停一下，看一下这段代码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。这样我们就选择出了所有不安全的星 P 了。最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上节课讲过的 SSA， 就能保证条件中的 P 和星 P 中的 P 是同一个值，这样 Corey 就比较完美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程序员老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